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84.40， 收盘价是 187.35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7.97， 最低价是在 182.01。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6366.37 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也是双线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附近是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出现了反弹。那在上方呢，是在前高也就是189附近遇到了压力，那么没有再继续突破，但是呢当日的收盘价股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高位的附近。那也就是说在盘内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增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叫量平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价涨量平，那么日后我们说股价如果不能突破上方的这个关键压力位，也就是189，我们说是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然后在6月24日也是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，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，而到了6月25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依然最高是在189附近呢，是遇到压力，但是呢，股价最后收盘价是收在当日相对高的位置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日后我们说只有站上189之后，才有可能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否则我们要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或者说是很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90附近，也就是到达这个第一个目标。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一个叫做横盘向下，那收盘价会在181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6月25日收盘价是在187.35，出现了上涨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补量上涨的收盘价的点，这个收盘价的点位我们说在收盘价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呢方向一致，同时当日的走势和收盘价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。那么所谓性质是基本相同，就是股价依然保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出现上涨，然后呢最低就是与前一日 K 线最低附近持平。那唯一和我们预测不同的是，就是一个是点位没有达到这么高，当然点位没有达到190呢，也就没有突破189这个强压力，所以在这个
这样的一个预测啊，我们只能说是方向一致，对，但是这个性质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虽然都是在5日均线之上方，那么这个189这个关键的位置啊，将会成为日后股价上行的一个压力，对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先看，继续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，那么对于6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1，那当然压力位就是189，站上191会确认这个头高，下方已经有底高，也就会确认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如果191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99，这是强压力。第三个目标就是206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。那么上行目前的唯一的一个条件，首先就是要站上189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行，股价下行，我们先不调整这个目标，我们依然先保留168，这是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一个目标要到达168之前，20均线值现在是我们测算在6月26日是到达了180，还有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177，这两个位置将是强支撑。那么我们也会从缩小图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线形，这根小绿 K 线还有长长的下影线啊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啊。当然，吊人线应该有更长的下影线。那在相对高的位置出现吊人线啊，也是股价要回档的一个表现。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我们要关注180。那只要股价不跌破180，依然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，甚至是继续上攻。对，好，那这是第一个目标168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我们会看到呢，将会突破5月10日和6月11日这两个交易日的最低。那么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，将会开启一个下行的走势。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39被跌破，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中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2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日后上行和下行的目标。我们再来看6月2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5日均线值生成的这个中线这个位置，我们也会看到5日均线值确实是在184，在这个地方哈，正好碰巧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在它的上方运行，股价会收高。那到了6月26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小绿 K 线的最高，我们取188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不能够突破188，或者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下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的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当日的盘中能够在188上方运行，前高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就有希望突破189，甚至是191而收高。对，所以呢，在6月26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8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，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6月12日5%进场，在6月17日收盘价10%加仓。那这15%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84附近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不会给出获利的位置，我们通常只给出止损的位置。那在之前我们一直是守177，
那么到了6月25日，股价是收高。当然这个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依然是持有的。那么在6月25日收盘价 187.35 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是在技术上我们说不可以进场，也更不可以加仓。对，虽然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依然在5日均线之上方，成交量又是增量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看到下方的2个指标都是指向上，但是一个关键的指标没有出现，就是收盘价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所以说呢，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，我们要小心股价会回档。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加仓，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对，当然。这是我们从技术上来说的，即使是在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呢，我们认为，止损位也应该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但是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建议这样的操作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仓位我们到了6月26日，我们依然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守这个180这个位置。我们从177向上提升，虽然是这样说呀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最保守的一个位置，我们依然是守177的。那之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升它呢，是因为20日均线值在升高，还有一个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6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成为了前低，也就是在180附近，它正好和20日均线值重合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止损位提升到180，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守177，所以在止损这个位置，我们给出2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当然177是最后的底线，跌破这个位置应该必须是要出场的，止损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空头的目标当然就是20日均线值180，还有177，当然还有下方的168，这是空头的3个目标。对，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是从前高188一直到191，这个区域将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再向上199这个位置，说如果这个位置191被站上，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200关口199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89，第二个压力位191，第三个压力位199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0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还有10日均线值，包括前低。那么这个区域是从182一直到185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在179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刚刚多次说的是180哈，我们可以取整数180，对，它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包括前低这个位置。然后第三个支撑是177，第四个支撑是从170到168之间。对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下方的4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要给出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如果是继续上涨，那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5。
上方最高会到达194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2附近，也就是预测的上涨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突破191这个目标，或者至少会突破189这个压力位。好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18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7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79。对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0附近，也就是第二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回档。对，那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